全国人大2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决议1日7法，7部重要的法律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1次会议通过法律最多的记录，从而结束了新中国长期缺少正式刑法的历史。从此，我国立法工作全面恢复，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告别了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新时期。我发现这卖苦是门技术活啊。你瞅瞅他，你瞅瞅，那个破背心儿，那也不补故意的吧？就等着哪个女生就发现了，主动给他补。你看给你气的，给你。我气啥呀？哎，加油加油，宇高人加油！哎，你跟夏仁杰不是高中同学吗？是啊，那怎么看有点不太爱搭理你呢？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吗？我没觉得，我是看出来了，有故事吧？你俩挺好的。是挺好的。以后就不太好了，我看，故事要结束了。加油！哪位同学能说说看，刑法的任务是什么？老师，哎，首先是保卫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其次是保护社会及人民的权益，惩罚犯罪行为，还有消灭犯罪。很好。其他同学，有没有补充？老师，我觉得刑法的任务除了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是否应该加上保护所有当事人的权利，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好。泽明，哎，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哈，刑法的任务就是要消灭犯罪，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制定刑法和刑诉法了。你比如说，你是罪犯，然后我是审判长，我要消灭你，简单啊，我给他个差不多的罪名，从重量刑，嘁哩咔嚓，反正你要的就是要消灭犯罪嘛，我怎么有效率，怎么有威慑力，我就怎么来。那你说说看，我们还要刑法和刑诉法干嘛呢？对吧？碍事嘛。陈义仲的想法很可贵，但是如何平衡这二者，这是个巨大的课题。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哎，这，老周，一条大前门。沈天记，你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罪，我跟你说。你猜他谁？我学生还能是谁？什么你学生？陈凡的儿子。是咱们那个陈凡吗？你还有哪个陈凡吗？像。你别说，还真挺像，比陈凡要大一号。没想到啊，这陈凡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哎，你说就这孩子，他值不值一条大前门？我给你2条。哎，于高远，什么事儿啊？老师，您要的书我从图书馆给您借出来了。啊，您放我桌上吧。哎，于仲啊，哎，你爸还好吗？挺好的。
两位老师都认识我爸？哎呀，这个陈凡呐，还那样，就想太多。你说儿子在这儿，他也不说一声。你爸原先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当初行了行了，别当初了。你改天啊，到我们家去，让师娘给你包饺子吃。哎，那饺子好吃。哎，好。你课上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有感而发嘛，大家互相交流。哎，听英杰说你会吹小号。对，我以前总吹，但是现在也不吹了。高远，其实你有很多方面也特优秀，我挺羡慕的。我没办法，我要想改变命运的话，只能靠自己。我要不争气的话，以后谁请我吃饺子？都吃了啊！来了，白菜猪肉馅儿的啊！来，赶紧吃，趁热啊！来，吃饺子，好，都吃啊！别假客气啊，在我们家。慢点儿。哎，这饺子好吃不好吃？赶紧夸师娘啊！好吃，好吃，赶紧夸回来！好吃。你们爱吃，师娘就高兴。你们周老师啊，好热闹，以后你们常来，管够啊！好嘞，师傅。但这回还得谢谢一中把我们叫到一起来，我要不也不敢，就是也没法尝师娘的饺子。哎，来，你多吃。幼儿园你吃饺子的时候不用蘸醋啊？啊，你自己就挺酸的了。你这吃饺子都堵上你的嘴。你就是话多。赶紧吃啊，别坨了啊！哎，哎呀，高远，我听说你选成这个学生会主席了。对，都是大家的支持。我想呢，之后呢，就多搞社会实践，送法律知识下乡。如果能联系上两高的话，就让我们学生会干部多去弄座谈，跟师兄多学习。行，赶紧吃，一会儿回学校再说。一会儿都凉了。你们都学习啊，很有想法。好，法律必须要结合实践。谢谢张老师。哎，好。吃菜。周老师啊，您跟我爸到底是什么故事啊？光听我说，那不成了一面之词了吗？啊！坐。哎，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法律界人才稀缺，你爸不会在工厂待太久了。等他回来，我跟他浊酒一壶，泯恩仇。我还是喜欢跟您说话。我每次跟我爸聊天，哎呀，他就是永远不给你个痛快劲儿。哎呀，这就是陈凡啊！不说我们了，你的成绩单我看过了，很不错。本科最后一年你们要下去实习，然后选择方向。你是打算立刻参加工作呢，还是出国留学呀？还能出国？对呀，西德还有美国啊。咱们系每届有3个名额，研究所2，本科1个。那还是出国看看好。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刑法理论的确应该吸取西方的精华，但是更要符合我国国情，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这样我们……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哎，就是要狂妄，没有点舍我其谁的劲儿，还不配当我周一普的学生呢。哎，不过一中，公派出国的名额有限啊，一切还是要以成绩说话。我这儿可没有后门可走啊。这个您放心，周老师，这个没问题。好，哎，这本书我刚找出来的，你拿回去多研究研究。好，谢谢周老师。那咱们去实习的那个南隅，是不是离你老家挺近的呀？没，还远着呢。真的？哎呀，我这3年都没弄清楚你老家到底在哪儿。要是孤儿院算老家的话，我老家在贵阳。贵阳？哎，这行不？老奶奶了都，
儿他妈！哎，你把这给我，不是。这个长头发那行，你只敢挑那切的，你给我等着。我就要跪着你！流氓！亲嘴啊，亲脸可不行。别救！别救！别救！来人！别救我！大哥，别跑了！这什么好？别救！别救！来人！走。没事吧？在哪儿了？什么？你给我那个身。啊！来，小身上。你俩参与斗殴的，你们认识吗？什么参与斗殴啊，民警同志，我俩那不是制止犯罪吗？如何？这脾气够爆的呀！哎，怎么着？你再给我一满脸花，啊？不敢，不敢。小赵，哟，陈所，民警同志，你好，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保卫处的，我接到你们电话就赶紧过来了。这2位啊，是我们学校学生，这于高远同学是学生会主席，还是预备党员。嗯，哎呦，你说你亲了我一声。哎，没事。哎，这水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泡脚的。你要泡脚自己去打去。不是，我来例假，他手还受伤了，你看不见呀。本来今天就该你打水。没事儿，算。你呀，不能这样，老是迁就别人，个别人不但不领情，还会利用你这点。哼，跟别人走。你说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咱们实习啊？你别多想，那2个小流氓已经被抓进去了。没事儿。他们人呢？那么快了吧？给你的。谢谢你救了我跟英姐。你不是艾草吗？我找校医要的陈皮和陈艾，还揪了点薄荷叶，晒干了碾成粉，装到这个荷包里。我看你跟陈一仲被蚊子叮了好多包，把这个带在身上，驱蚊。还是你同学细心。你跟我不是这么客气的会，我们都是一个班的。你做任何事情，我有责任保护你。你要感谢的话，也得谢谢一仲，他手都穿了。当然了，你都感谢，他也有。也是没上包吗？是。不过，你这个荷包里面多了一层纱布内胆，扛用。哎呀，你不是用东西比较费吗？我就给你多加了一层纱布。你不想要啊？那我就拿。我要，谢谢。
你怎么没上课去啊？我来看看你，手咋样了？没事儿，给你带的。谢谢啊。32。什么32？这是你今年跟我说的第32句话。上一句是你手咋样？我对你这么差吗？习惯了呀。哎，装可怜是不是？不是，我说你对我差，你已经习惯了，没感觉了。那我夸夸你吧，挺勇敢的。这叫正当防卫。我们呐，一定要学会用法律思维。放了，捅人那个没放，要判。起哄那个拘留7天。胡老师，主犯判个3年以上7年以下没有问题，从犯也是行凶未遂加流氓罪，怎么就是拘留啊？你们老家的村干部都能当上土皇上，更何况……胡老师，您的意思是那小子有背景？这个不提啊。这次实习啊，对于你们将来的分配至关重要。咱们系进入高见高法，虽然是近水楼台，但要想水到渠成啊，还得下点功夫。咱班，我就看好你。谢哥，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你心中那些块垒啊，我也有过。正义从来都是需要成本的，你呀，别傻乎乎的啊。把自己当代价给搭进去。明白。我要没吃过亏，也不会跟你说这些。来，快吃吧。胡老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周老师，一中，这是我整理的近5年来有关家庭纠纷杀人案的案卷汇总。好，我看看。一中，德语学的怎么样了？每天在背，太难了。留学的事儿跟你爸说了吗？没说，等盛敏手上收饭再说吧。当初啊，我跟我爸也一样，天天闹别扭。这一代一代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哦，对了，流氓案怎么样了？等一审判决呢，也不知道会怎么判。社会治安的形势很严峻啊，全国各地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这既是过去10几年社会压力的爆发，也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这么下去，不光改革开放会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也没有安全感。啊，一中在啊。那陈老师，哎，那你们先来，我就回去了。好，你去吧。哎，听说了吗？怎么想？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吧。当下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啊，需要严厉打击。但我也担心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呀。你基层尤其如此，教训还少吗？我是想，要不，孩子们马上要下去实习了，正好可以做个观察和搜集工作。同志们，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频繁，知青返城，闲散劳力涌入城镇，
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治理出现空档，部分地区治安形势急剧恶化。一中来电话了，打到小张老师他们家，我去接的。顺便呢，把一中穿不了的衣服给他们家老大带过去了。说啥？说挺合适的。我们一中说啥？说他要去南隅的一个地方实习，那个地方好像挺偏僻的。我也打听了，说那边的男人呐挺野蛮的，爱打老婆。能不能说重点？这就是重点呐！我怕他呀到那个地方去学坏了。上班去了。哎，对了，他说老周跟老程在问你好。孩子一直不敢说，怕你掉脸。说说也是啊，孩子夹在你们中间多难受啊！嘘，别出事儿。组织3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了。郑云海，男，21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李秀芳，女，23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陈硕，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严小军，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赵岩，严小军是不是就是拘留7天的那个？犯盗窃罪、一个判死刑，一个重新批驳判无期徒刑。孙文刚，男，22岁，犯抢劫罪、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哎，听说了吗？那俩，一个死缓，一个无期，拘留7天，那个被抓回去重新判的。这对吗？哪儿不对？哪儿不对？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非常时期，非常政策。治安形势严峻，政策就能大于法律吗？当时那小子走关系被拘留7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判轻了呢？如果当时严格执法，流氓罪加伤害未遂怎么也是劳教了。如果当时劳教了，说不定这次就不会被抓回去。一中，咱不能双重标准。对，你这说的没错，人不能双重标准，法律更不能。所以啊，对待所有罪犯一视同仁，从重从快。台上那几个不都是吗？书面分析谁都会，我也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判重了，很容易。于高远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哪个是真的？都是。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哎，我听说还有一个女的在家组织一帮人跳贴面舞，被判无期的。那流氓罪顶格判，你也不能这么判呐！你不觉得过分吗？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呀！你于高远，你咋不付出代价去呢？那你以为我们不是吗？如果将来从事法律工作，在这个系统里待着，你我都是代价。
当然了，如果置身事外，没事就唱唱高调，就另当别论了。哎，干啥去啊？这怎么还气跑了呢？这继续跟他辩呢。于高远，咱俩辩，跟咱俩辩一辩啊！你又干啥去啊？啊！不住了啊！不住了！小心啊，小心！哎呦，小心小心！我扶你下来，来。没那么矫情，小心啊！慢点，小心小心！来来来，哎，行李给我，行李给我，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来，这个是吗？各位，这里就是我们南榆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楼了，比县政府都大。热烈欢迎5位大学生。谢谢。请吧，啊，走，走，来，我来，没事，我来吧，哎，我来。我叫郑建明，你叫我小郑、大郑、建明都行，就是别喊我老郑。我告诉你，除非我死了，你看我会怎么？哎，好好说话，这法院干嘛呢？闹什么呀？哎，老郑，哎，你是什么员呐？我现在还不是，我是部队下来的专业干部。啊。行，我跟你说，现在这里边的东西啊，一个都不能动。这又嚷嚷啥呢？说疼就疼，你给我抢办公室。啥？我们这不是2块牌子吗？检察院、法院在一块儿，办公室就这么几间，不够用。不是，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将就吧，那块地儿就不错了。好，给。哎，这是我们丁院长，我给你们介绍啊。都特意给人家挤出来的，你得给我点时间。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这儿来？丁院长啊，院长，大学生们都到了啊，来了。哎呀，欢迎，老管，你看看，这不人都来了吗？你说这，你不好好安排行吗？领导不用，我们几个都是想着在实践中来学习，不需要单独的办公室，想着跟老前辈们一块办公。哇。很有风格啊！不愧是京城下来的大学生啊，小伙子。哎，哪个大学的？哦，政法大学，人民政法大学。哎呀，人民政法厉害呀！啊，中国法律的摇篮。哎呀，这几个大学生，你怎么也得分我一半。别想这么一半。行了，行。哎呀，我看看啊。你是领头的？不是领头的，就是学生干部。那也了不起呀！啊，来，走，哎，进，来，好，来吧，好，来看看，来，看看满意不满意？来，再带你们参观一下。啊，这边呢就是资料室，要是打开水的话呢，下楼下旁边就是开水房。咱们这儿呢没有法庭。咱要是赶上开庭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布置一个；赶上刮风下雨的，那就放在办公室里。要是开大庭呢，就借县政府的礼堂；要是公判大会呢，就放在门口的广场上。哎，你这是啥意思啊？啊，马上就要开庭了，是吗？这么热闹呢？我看看去啊，简陋一点。哎，你们干什么？这干什么？别胡闹，这是法庭，过来去！哎，行了。哎呀，行了。那个啊，那辩护词啊，周一要，你周6给我看完之后好给主任。哎呦，我现在手里边在猛敲致良那个案子，你要不让那个老秦帮你写一下？谁？老秦。同志，那个您是原告的代理是吧？被告，这牌子让他拿那边去。啊，哎，那我怎么听着您跟对面代理好像是一个单位的呢？我们俩就是一个法律顾问处的呀。那不对呀，那一个单位的律师怎么能代理双方呢？没有利益冲突吗？
有啥？利益冲突，就是当事双方怎么能用一个单位的律师呢？不是你就看，我们县就这一个法律顾问处，老百姓打官司呢，基本上都是不请律师的。所以啊，为了推进我们县的法治建设，就派我们来代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安静。别打！这不就是个牌子吗？抢什么呀？这被告这不就是破坏法庭秩序吗？这审判员也不采取点措施。什么措施？至少得是警告啊、训诫呀，咱们得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啊。我明明是原告，他把我的牌子拿走了，我就成被告了吧？明明是我站你啊！他是好人先告状，他成了原告，我怎么成了被告？哎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么点小事，不至于。那怎么才至于啊？殴打审判员？别动手！说话别那么轻。成了！哎呀！这是法院，这是法庭，这太不像话了！你们都听我说。今天暂时休庭啊，等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开庭。把牌子给我。哎，老张，老张，哎呀，这可是，我来介绍一下啊。哎，同学们，老张张恩成，以后呢，就是你们的师傅了。别师傅的了。院长，我早跟你说过了，我这水平当不了大学生的师傅。哎呀，你这水平很高。老张，我跟你说，是我们这儿呢非常有经验的这审判长。这很多老百姓啊，都管老张呢叫张青天啊，好好带啊，相互交流。好，你们忙好。哎，师傅，我刚才看这庭上就吵起来了，平时也这样吗？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他们认为啊，被告名声不好听，认为被告就等于是有罪。有什么办法？下次开庭的时候啊，不摆这俩牌子就是了。不摆牌子啊？不摆牌子影响判案吗？倒是不影响，可那个师傅，我觉得影不影响判案是一回事，法律的尊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老张，人犯已经押到了，准备开庭吧。啊，都到了，不开庭不？那个小郑，你去看看陪审员到了没有？好。师傅，你们还这又判什么案子去啊？抢劫案。刑事案、民事案都是您审啊？哎呀，咱们这儿啊是粥多和尚少，哎，分什么刑事民事，什么案子都得吃下去。静一静了。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二林持枪抢劫案，现在开庭。哎，这么代被告人刘二林一个人审理，律师也是按需互换，真是开了眼。张师，再见了。严肃点。被告人姓名？刘二林。年龄？26。被告人罔顾国法，假冒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尽管所持的枪支为玩具枪，但并不能影响其持枪抢劫的行为定性。被告人曾经因为盗窃受过刑事打击，系累犯。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冤枉人呢？我怎么就犯罪了？怎么就严惩了？被告人，不许喧哗，法庭让你说话，你再说话。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受被告人刘二林的委托，南榆县法律顾问处的指派，今天跟李湘律师一起出庭，为被告人做罪轻辩护。刚才啊，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我们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是
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虽然实施了公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但因为被害人的反抗及逃跑，被告人抢劫的目的并未达到，应该算是犯罪未遂。另外，被告人系偶犯、初犯。哎，他是累犯，不是初犯。被告人虽然是累犯，但他以深刻悔罪，并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认了自己全部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态度不好，我没说完呢。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从轻不了，到现在还没认罪呢。公诉人，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们再说。被告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那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这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请公诉人出示证据。我们收集了被告人抢劫时候穿的警服，还有所持的玩具手枪和枪套，请法警提交法庭。啊，这衣服是我集上6块钱买的，这枪是我的，但这枪套不是我的。你说这枪套不是你的啊？我这是新买的，这也都秃噜皮了。公诉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公安局移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枪套。这确实不是他原来那个枪套。那他原来的枪套呢？在我们局里呢。我那个枪套太旧了，我就换了换。这是法庭的证据啊！小子，不都是枪套吗？当了证物放在你们法院就没有用了。我这不是想着别浪费吗？胡扯！啊！太照顾我们了啊！谢谢啊！不白吃啊！回头给您买菜。别玩了。哎，丰盛啊！家传来了，来，那俩律师辩护词早已经打印好的，就被告人名字那儿用钢笔填的，死钢死口，给谁辩护都是那张纸。我觉得今天看的不是开庭，而是一篇魔幻小说。这才第一天呢。就今天这个情况，你们觉得中国走法治之路有可能吗？古人云：“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器。”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你别说，你这话说的我热血沸腾的。有水平，真有水平，咱大干部。哎，你这是故意说怪话，躲避崇高，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陆泽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我当然有理想，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别，满脑瓜都是钱，满脑袋都是钱。哎呀，我不像你那么崇高，还是什么重器。慢点跑，这喝水了。慢点。这就是，来，在这儿。哎呀，行了，安静了，现在你们家这儿最热闹。哎，院长，我跟你说啊，我没有耽误工作，这已经烧退了，我中午就给他们送过去。你不能总惯着他。出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啊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这位是小夏，
哎，夏英杰，这位是小张，张丽慧，这是小芳，方淑梅。你们在这实习1年呢，就由小芳担任你们的师傅啊。师傅好。再道别，时光也不回首，再沉重，青春也如海流。就约定，奔赴各自的路口，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有的花等了等又溜走，有的路崎岖多风雨骤。别担心，疲惫了就无从解忧。我微笑代表懂你感受，那些委屈苦痛蔓延在夜的尽头，也曾追问自己勇气还够不够。有一颗心闪烁，仿佛在问候，那是你来时许下的梦。生活的歌依旧，不再脆弱的双眸，花开无声，就在不经意的时候。平凡的路，写就不平凡的梦。我会一直伴你左右。